大家好，我是 Alex，是纽约二少爷。这个美国国会搞定了 TikTok 以后呢，那么国土安全部已经表示了，小额豁免发货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以确保美国的企业有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从2016年奥巴马签署了法案开始，$800的免征额成功打开了涌入美国的方便之门。2023年一年就约有10亿个包裹通过了小额豁免方式进入美国，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通过美国众议院202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泰木和西因很可能占了小额豁免发货的近1/3。从法律层面上看，小额豁免法案遵循着 de minimis 原则，就是说法律不问琐事的原则。根据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21节，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对政府而言与所收金额不成比例的开支和不便，就是说进行一下成本换算，从行政成本上来计算，对于小额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通常是得不偿失的。而美国的$800起征点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导致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从2018年到2022年进口的小包裹数量从4.105亿件飙升到了6.851亿件，那么2023年更升到了10亿件，来自中国的商品约占60%。怪不得这一阵儿美国的华人一大帮子都在热热闹闹的在玩海外仓，甚至连自家的车库都用来进货、贴标签、再发货。2023年的6月13号和14号，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罗比奥和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谢洛德·布朗和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尼尔·邓恩提出了2项新法案。这个2项新法案呢，包括重申进口安全与公平法，它的意图就是修改小额的豁免法案，主要的方式就是设定这个限制特定进口国的免税资格。比如说，原产于中国和俄罗斯2国的商品将不得享受免税的优惠，和禁止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该免税资格等等。在2024年的2月24号和3月4号，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谢洛德·布朗和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给白宫先后发出信件，信中称小额的豁免法案是纯粹的贸易漏洞，它损害了美国制造商的利益，并直接点了3家中国跨境电商的名字：泰木、阿里巴巴的速卖通，还有 Shein。 那么中国小商品潮水般的进攻美国市场的跨境电商物流，主要存在2种方式，一种是直邮，一种是海外仓。一是使用国际小包渠道将商品从中国的仓库直接邮寄给美国的消费者；二是通过货运公司提前将商品运到美国的本土海外仓，当然
包括你家的仓库，还有你的车库，再通过快递公司配送给消费者。那么中小卖家多使用直邮的模式，而规模比较大的平台和企业就有足够的财力，能够通过海外仓的模式进行跨境物流履约。目前这 Shopify 的独立站卖家、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第三方卖家以及西音和泰木都在使用跨境直邮模式，利用小额豁免政策，让这些商品出口到美国都享受到了免税的好处。我的问题来了，当我们在美国的消费者在 Amazon 买货的时候，我们可是要付税的。2023年的包裹运输咨询公司叫做 Shipmetric 发布的数据称，西音还有泰木两家快速增长的购物平台，在美国平均每天要发运100万个包裹。那么服装、日用品都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的供应链，而且打入美国和全球市场客单价通常不超过10美元。最终的问题依然是来自中国的小额豁免包裹在 de minimis 的原则的内核。那么如果美国决定增加对边境低价值包裹的审查，那么美国虽然可以增收部分关税，却可能真的不足以抵消增加的人力等成本，并且我们知道边境检查过程繁琐，也将增加货物到达的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增收的关税或者降低了800美元的收税门槛，伤害的对象也可能包括了美国的消费者。所以当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下载这个平台泰木平台、西音平台、AliExpress 平台，并且因为邀请你的加入提供你的电邮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从而你能获得免费的10件东西，而这10件像是鸡肋一样的小商品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中国式的传销链条的一个环节。谢谢大家。